这一次我非得发财不可。我这有一块曲鼻明的传样，我让专家说至少能值500万。说实话，500万一块的传样我没见过，曲鼻明传样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我先瞅瞅。第一次听说都对了啊！我这块传样是一块错斑壁，我让专家都直呼第一次见，贵得很。这哪是曲鼻明啊？评级如何？你看标注的是曲笔画，更不是什么错斑壁。错斑人民币我倒是知道，错斑银元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。我跟你说一下吧，曲笔明啊是甘肃版冤大头才有的版，意思就是民字它书写的方式有点打弯，而你这个曲笔画传样比较常见，你别听我让专家胡言乱语。我刚开始也不相信呀，几百万一块的银元啊，别回来在这儿瞎忽悠我嘞。没想到评级竟然入盒了。那银元只要开门肯定能入盒了，但是入盒也不一定能保证它就是真能卖几百万。这个曲笔画就是指你这个画字，书写有点打弯。这个曲笔画在23年传样里边很常见，所以谈不上是什么这个错斑壁，绝对是错斑壁。人家网上专家都很专业各种证书，还有那个办公桌上那个摆的到处都是。我相信他。就你说是什么错斑壁，就这眼里再多证书也没用，因为银元压根就没啥错斑壁。有些版因为改模可能这个图案会有所区别，绝对不会有什么错斑之说。但凡是说错斑壁的都是伪专家。你也不用这么激动的说别人。他刚开始说值500万人，我也不相信。关键是竟然给我入盒了，你说这是不是奇迹？我发现你这想的太简单了，可能主要是你太想发财了。但凡家里边有老银元的，只要开门，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入盒，他都能评级入盒。入盒和你说的500万没任何关系，我也是就事论事，并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。你也不用给我解释那么多，我只是想听你说价格。你就说一下，这能给我多少钱？那你听价格可能得让你失望了。听你说曲笔明和曲笔画一字之差，这么明显的版你都看不出来，那只能说明你是一个银元小白，不然的话，别人给你报500万。你不会相信啊！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是，能值500万的银元，肯定是限量版的军阀币，而军阀币是过去各路大军阀发行的纪念币，没有面值，并不做流通之用。而你这个，你看有面值，这分明就是过去常见的银元，铸造量高达上亿枚。你想想，存世量这么多的银元，它咋可能一下子值几百万呢？像你说的带个版，曲笔明传样。是典型的鉴定错误。你看他这个名字，书写很正常，所以这么简单的问题，给你估几百万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吗？曲笔画这个版非常常见，加上你这个又没分，我个人看也就是1000把块钱吧。啥呀？才值1000把块钱？对，你别闹了。这银元光卖银子也值个好几千嘞，这可是真金白银呀。那确实是真金白银，白花花的26.8克的银子，你这账没算好。银子现在租银一克才6块多一克，你这银元的含银量只有9成，对不对？给你折合6块一克，这才100多的成本，咋可能好几千嘞？100多块钱，谁卖给你？你自己都说了，这是100多年前的东西没有几百万，你说去哪里买？你这动不动都几百万，我感觉确实有点可笑了。几百万一块的银元，我们普通人家里边也没有。传样年份不同，价位会有所区别，但是不至于动不动几百万，几千到几万的价格不等吧？这个确实是1000把块钱的样子。我建议呢，你多找人问问，打听行情，你就知道了。那我肯定得多问几家，货比三家不吃亏，你不用教我。多人我也得谢谢你没事。俺那个婆婆可把我给气坏了你看我送一块银元，两面还竟然颜色不一样，看着都有问题。你这个银元可不一般这个是江南无几年的老龙，这还真是没挑对毛病。这个银元是属于阴阳彩的包浆，在银元里边算是好包浆了。你不用说太多没用的反正我看着就是假的，但是用吸底儿也吸过但好像没啥问题，没啥反应，就是没反应就对了这个银元咋可能是贴了嘞？那贴了时间长了它会生锈，而你这是正儿八经的包浆，你看着有问题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，
这种银元绝对是银嘞，而且价值还不菲。你这咋联想起来婆婆送你假币嘞？你都不知道俺那个婆婆那个人啊，平时小肚鸡肠的很。她1块钱恨不得当10块钱去花，很正常，不可能送我真的。你这参考依据有点奇葩，难怪你啥都不懂。其实这个婆婆也是妈，她即使生活上再节俭，她不可能送你一块假银元。刚才我就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你这个江南老龙啊是阴阳财，它并不是铁嘞。哎，你不了解原因就不要乱做评价。我是一个2分人。这块银元是他给我的改口费。是假的他就看不起我。你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吧。你这个银元非但不假，而且品相、状态各方面还都不错。江南系列的银元啊，总共发行了9个版，而你这个5纪年老龙相对来说是最少的。结婚给改口费的话，这可比封多少红包都强，绝对是有分量啊。哎，你不要提前替我婆婆打圆场吧，你就想忽悠我。这银子便宜的不得了，肯定没有红包实在。红包确实对你来说比较实在，因为是现金可以随便花。对呀，其实银元和现金差不多吧，你无非也就是把它变个现换成钱，一样想咋花就咋花。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不了解它的行情，你不要误认为它就是一堆银子，其实它真不是一堆银子。听你说话有点气人，说的我的银元好像很值钱。对，那你就给我讲讲看看，能值几千块钱？几千块钱肯定买不来这种5纪年老龙。你像普通的家珍，也就2、3千块钱的样子吧。但是这个是江南系列里边的 No.1，是所有发行过银元里边的第1大名品。既然能挂着第1啊，就说明它价值不菲。因为准确的来说，发行过的银元就它这个龙样存世量最少。当时这个江南老龙啊，就公开发行过2、3个月，2、3个月，你想想，那发行量就很少了。但凡是江南币，10个里边有9个都带错，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啊，你想找个不得没错没伤的，那都是一币难求。所以江南老龙啊，这个现实的行情大概就是这样。而你这个状态也算是1顶1的好品，而且还是阴阳财，因为它这个阴阳财啊，平时很难形成，确实漂亮。我说半天了，你应该能听出来。你这块币几乎没任何缺点。我个人估的话，20万左右。20万？对。日元还是越南盾？你说这话，我当时就不相信嘞。你肯定和我婆婆认识，不然不会替她说话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啊，太有意思了。我咋可能认识恁婆婆嘞？20万人民币不是日元，更不是什么这个越南盾，因为你这个银元状态各方面都非常好，它的市场价它就值那么多。我实话实说，不希望你不懂事，让恁婆婆生气闹矛盾。我确实不相信。去年我爸爸也卖过一块银元，好像才2000多块钱。这怎么一下子能比我家里贵那么多嘞？那贵太多也正常啊，因为币种不一样。银元虽说种类比较多，但是每一个币种和它这个存世量多少，根据它的状态，它的价格区别肯定是有的。恁爸2000多肯定是一块龙样，同样是龙样，你这个是万里挑一。当大家都挑着灯笼买它的时候，它就显得异常珍贵了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我还是不相信你会值那么多钱。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吧。谢谢你再找其他人看，没事没事。